5年相伴，难道将军不该给妾身一个说法吗？骆继通哀求。令不疑看着他，我与另一女子相伴过，以道用饭，说笑吵闹，耳鬓厮磨。我知道何为相伴，你我从未相伴过。令不疑的回答直截了当，厌恶之情也毫不掩饰，让骆继通在众目睽睽之下羞得无地自容。对于骆继通的5年照顾，他从不认为那是相伴，也从未感激。骆继通的付出至始至终都是一厢情愿。令不疑之所以会这样无情无义，是因为他早就看清了骆继通的真实面目，而骆继通却一直在装贤良淑德。骆继通出嫁前的狠毒，骆继通是五公主的伴读，他的知书达理、温婉贤惠，在宫里是出了名的。在最早的时候，宣皇后甚至想过要她嫁给令不疑，可见皇后有多信任她。可令不疑的婚事不是任何人能做主的，包括皇上。只要令不疑不愿意，没有人能够逼迫他。少商的出现打破了都城1半以上女娘的爱慕之心，这里就包括了五公主、禹城郡主、王陵还有骆继通。少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。五公主的妒忌是赤裸裸的，当然也是最没有头脑的。她想尽各种办法让少商在各种场合遭殃，明目张胆，毫不避讳，所以很快他就只能自先领了盒饭，一边待着。可骆继通不同，他就像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军师，从不出面，却把该收拾的人全部收拾了。每次欺负少商他都有参与，但因为五公主实在是太嚣张了，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五公主的身上，所以都没有怀疑到他。正因为有五公主给他当个挡箭牌，他的好名声依然在外。骆继通骗过了所有人，但他不可能骗过令不疑，直到他逼令不疑娶她，令不疑才讲了出来。当年皇后寿辰，五公主让一个女孩污蔑令不疑玷污她。皇后先是让把那个女孩关起来，可公主怕事情暴露，就把那个女孩给杀害了，并栽赃陷害给了陈少商。很巧的是，就在那一天，骆继通的婢女春条无故失踪。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是五公主做的，可是后来令不疑却查到，五公主杀害那女孩的时候，骆继通就在旁边看着。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婢女春条泄露出去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春条给杀了，然后嫁祸给了公主。骆继通一直都是很懂得包装自己。少商刚进宫时，他还经常替少商解围，让少商以为他是个好人。可没想到，温婉贤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阴险狠毒的心。可惜，当令不疑查到真相的时候，骆继通已经嫁往西北，杀害自己的丈夫。骆继通嫁到西北之后没多久，她的丈夫便去世了。可骆继通依然不知疲倦地照顾了自己的公公婆婆好几年，在西北博得了第一等贤惠的美名。而这2位老人甚至想替她上门和令不疑成亲。所有人都歌颂她的美德，只有令不疑看穿了她的蛇蝎心肠。骆继通丈夫贾七郎之死就是骆继通所为。一直以来，贾七郎被自己的父母照顾得很好，但骆继通可不愿意他这样好好的活下去。他之所以愿意嫁给贾七郎，就是看中他有病，他嫁过来不用受气，而且不久之后就可以改嫁。出嫁从夫，再嫁由己。为了家族利益，他不得不嫁给贾七郎。可像骆继通这样心高气傲的女子，怎么会甘愿嫁给这样的人家？贾七郎不死，她怎么改嫁？于是在听到令不疑到了西北之后，她就害死了自己的丈夫。这一切骆继通做得滴水不漏，不去细查根本没人发现。可令不疑看了贾氏夫妇记录的贾七郎的饮食笔记，全然明白了。骆继通在皇宫里的时候，曾在一位侍医身边待过，而这位侍医最擅长食物相生相克。骆继通看似每天精心照顾着自己的丈夫，实则早就在丈夫的饮食上做了手脚。她的丈夫一直有病，这病是从娘胎里带的。如果家人照顾得好，娶妻生子，活到40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可骆继通等不了，他可不愿意花费那么多美好的时光来陪伴一个病人。他要去找令不疑，要去陪伴他，照顾他。令不疑出现在西北，就是老天对他的眷顾，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那就只能牺牲自己的丈夫的性命了。骆继通就是一个杀人冷血的凶手。不揭穿骆继通，主要原因是因为阿飞。骆继通怎么也想不到，5年的陪伴怎么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？自己和陈少商比起来，明眼人都知道他更适合令不疑，甚至连太子都这样认为。可在令不疑的眼里，只有少商是全都城，甚至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每次想起她，或者是提起她，都会触碰到她心底的柔软。
所以无论洛基通在他面前装得再好，他也不会正眼瞧他一眼，更不会拿这样的女人和自己的女孩相比。洛基通不配。林不疑对洛基通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一次，林不疑发高烧，洛基通衣不解带的照顾。林不疑病好后，阿飞觉得林不疑和洛基通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，所以在提到洛基通时，就叫洛基通未来女君，结果被林不疑被罚去喂了3个月的马。而在这之前，阿奇喊少商少女君。林不疑虽然面无表情，但却转身赏了阿奇2匹好马，爱与不爱非常明显。既然洛基通做的所有坏事林不疑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发他，甚至还容忍他在自己身边？因为你救过阿飞。这一点洛基通怎么都没有想到。梁丘兄弟的爷爷、叔叔、伯伯全都是跟着霍群将军战死的。当年若不是洛基通放出猎犬搜索，阿飞就被冻死在雪地里了。洛基通救了阿飞一命，林不疑就该饶他一命，所以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发洛基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洛基通当年跟在五公主身边，做了不少伤害少商的事，让洛基通待在他身边5年，浪费他5年的光阴，也算是替少商报仇了。所以别惹林不疑的女人，那是会付出代价的。当然了，洛基通对于林不疑不是没有一点好处。这5年来，要不是有洛基通在他身边转悠，太子和文帝恐怕早就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。有了洛基通这个挡箭牌，他倒过了5年的清静日子，所以也不能说洛基通这5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洛基通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是败在了哪里，自己是做错了事，可能都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才做的。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去伤害别人的性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错。他自诩聪明，还设局想要杀害少商，可是最后他却被王延基所杀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